是不想上班的小林。然后这一次我要带大家去上海5天4夜。我这一次是从南京站搭高铁到上海站，全程1小时46分钟，票价是153块人民币。一下高铁就直接中午了，所以就在上海站旁边吃小杨生煎。我点了一个金汤酸萝卜老鸭粉丝汤，还有4个小杨生煎，这样总共是26块人民币。我个人觉得平价又好吃，而且这家店是连锁店，所以很多地方都吃得到。吃完了中餐之后，就搭地铁来到下一站南京路步行街，然后从南京路步行街可以直接走到上海外滩。这个是在南京路上的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。然后这间百货最有名的就是拥有造价1200万人民币的金色旋转电梯，但我个人觉得这间百货真的有一点旧。接着呢，就一路走到了上海外滩。上海外滩全长1.5公里，东面是黄浦江，西面则是旧上海金融和外贸机构的集中地。外滩沿路坐拥20多栋风格各异的历史建筑，所以又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群。上海开港之后，外滩就成为了中国的金融以及贸易中心，所以也被称为东方华尔街。可是不得不说，上海外滩真的太漂亮了，就是它完美体现电视剧《繁花》里面那种上海的繁华感，让你不知不觉就从白天待到黄昏，再到夜晚，体验那种上海纸醉金迷的感觉。然后从外滩就可以直接看到东方明珠塔。东方明珠塔与外滩隔着黄浦江相望，总高468米，曾是中国大陆最高的建筑物。然后因为小林真的很喜欢看夜景，所以就决定斥巨资120块人民币去搭上海外滩的观光邮轮。哇，那大家一定会想说，小林也太穷了吧，120块钱就是巨资哦。其实不是这样，而是旁边有一个2块钱的轮渡，可是这个轮渡就只有交通性质，没办法好好欣赏风景，所以小林才决定斥巨资120块钱搭观光邮轮。观光游船来回是1个小时左右，但我个人真的觉得 CP 值不高，因为它可以搭60次轮渡而且还要花30分钟排队，所以真的不适合赶时间的人。下船之后就来到了上海姥姥吃上海菜。我点了一个蒜泥白肉，然后才发现上海的蒜泥白肉竟然要加小黄瓜。我还点了一盘松仁年糕牛肉粒、白斩鸡，还有炒青菜，这样一桌总共是192块人民币，我个人觉得还可以。吃完晚餐之后就回到饭店休息，我这次入住的是如家商旅酒店。这间酒店在上海站旁边，所以交通方便，但也正因如此，它的房间有点小，而且没有窗户。这间酒店双床房不含早餐，一个晚上是1262台币，我个人觉得以上海来说还算便宜。隔天一早就来到了武康大楼。武康大楼是上海第一座外廊式公寓大楼，始建于民国13年，外形犹如一艘巨型航船。不过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有看出来它是一艘船。武康大楼这边有专业的摄影师可以帮忙拍照，一张的价格是20到30人民币。不过我真的觉得他们修图修太大了，就是已经快看不出来是本人的程度。看完了武康大楼，中午就在旁边吃汉翔面馆。汉翔面馆整间店都走一个老上海的怀旧装修风格，真的超特别的。这家面馆的生意还不错，尖峰时段都还要排队呢。然后因为小林不喜欢吃面，所以就在面馆点了一碗饭，加上上海特色炸猪排，然后再配上一颗溏心卤蛋，这样一桌总共是35块人民币。我个人觉得吃起来就还可以。吃完了上海炸猪排之后，就从武康路一路走到安福路逛街。从武康路走到安福路可以说是上海 City Walk 最经典的路线之一，一边是充满历史韵味的老建筑，一边则是时尚潮流的聚集地，边吃边逛真的超满足的。
整个安福路上面都是网红店，还有文创店，有卖咖啡的，然后也有卖衣服的。所以如果你是喜欢拍照的话，真的很适合来这里。这里还有韩国超火红的文创店 WeGo， 店内有很多的小熊元素，还有色彩鲜艳的文创商品，满满的多巴胺风格，让你一进去就感觉穿越到了童话世界一样。离开了安福路，就搭地铁来到了下一站静安寺。而且静安寺地铁站一走出来，就有一个商场可以逛。静安寺是一座佛教寺庙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的三国时期，是中国江南地区历史悠久且颇具影响力的名刹，同时也是上海4大佛寺之一呢。听说只要把硬币投进上海静安寺的巨型香炉里面，就可以心想事成。不过因为大陆的支付宝真的太方便了，所以小林身上连1块都没有。不过以小林的运动神经来说，就算给我10个硬币，应该也投不进吧。上海静安寺的票价一张是50块钱人民币，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贵，可是它的建筑装修风格在中国寺庙真的算是非常少见，而且独具特色，所以还是很值得来。接着呢，就来逛豫园旅游商城。豫园商城是上海豫园旁边的一个购物和文化区，这里有很多中国的传统建筑，还有商店贩卖纪念品，还有小吃。不过听说这个豫园商城一定要晚上来，因为它的白天还有黑夜简直就是2个世界。所以小林就决定直接从白天待到黄昏，再到黑夜，一定要看看这个豫园晚上的风采。然后因为小林决定蹲守在豫园，所以就先来吃这边很有名的一家小吃店，叫做绿波浪。这间店算是豫园商城的名店，就是你要买它的东西，你还要先排队。不过排队的时候就可以先来看一下他们包这个不知道是什么。我买了3个蟹壳黄酥饼，30块钱人民币。不过它这个很特别，因为它不是一个一个卖的，它一次就要买3个。吃起来有点像葱油饼，我个人觉得还可以。吃完了蟹壳黄酥，就来到了豫园。奇怪，怎么听起来很像台湾那种豫园？哦咦！豫园是明朝的一座私人园林，有着典型的江南园林风貌。体现了明清2代南方园林的清幽秀丽，还有精致玲珑。上海豫园和鹿香园还有日社园合称为明朝上海3大名园，同时也是上海5大古典名园之首呢。从窗棂看出去，那种姹紫嫣红的样子，真的很像在看一幅画。上海豫园的门票一张是30块钱人民币，我个人觉得很值得来，因为真的很少在园林里面看到这么高的树环绕耶。缺点应该是上海豫园真的太有名了，所以国内外旅游客都超多，真的很难找角度拍照。接着呢，就来看看小林从白天等到黑夜的上海豫园。不得不说，网友真的没有骗人，上海豫园的白天和黑夜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。上海豫园真的很像天官四府里面花城所统领的鬼市。鬼市乃鬼界第一繁华之地，处于人界与鬼界的交界之处，众鬼云集在此交易，群魔乱舞。一条长街长得望不见尽头，大街两侧挤满了各式各样的店铺和小贩。走在豫园商城的路上，真的有一种穿越到了小说世界的感觉。那种红色的亭台楼阁飞檐翘角，真的会让你觉得富贵繁华迷人眼啊。
以前在台湾的时候，真的没有发现红色建筑可以这么有魅力耶。因为台湾的庙宇不是这种红色，晚上也不会打这种灯光，更不要说它还有2、3层楼，甚至5层楼以上的建筑。不只有红色的建筑，上海豫园还有金黄色的建筑，然后里面就真的是卖黄金的。然后我才发现，在上海豫园买黄金竟然还要排队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海人均收入比较高。我觉得上海豫园真的很敢花钱营造气氛，因为它的干冰就是感觉路上都在飘，然后你真的会很有那种哇，是来到仙境的那种感觉。只能说豫园的建筑真的太美了，真的会逛到忘记时间，所以就直接在旁边吃晚餐吧。我吃的这一间店叫做大湖春，是米其林推荐的上海生煎包。我点了一份老上海排骨年糕，还有4个鲜肉生煎，总共是37块人民币。但我个人真的觉得这家不好吃，还不如去吃小杨生煎。我真的很少会有东西没有吃完耶。吃完了大湖春，就准备搭地铁回酒店休息。最后再抬头看一眼那种琼楼玉宇的感觉，真的会有一种我舍不得离去的感觉。结果大家又发现小林这一集有5分钟都在讲豫园呢，觉得很烦。不过实话告诉大家，小林那天确实在豫园待了快6个小时。晚上入住上海真悦酒店，双人房1个晚上是1829台币。我个人觉得房间有一点旧，而且外面刚好在修路，有点吵。不过真悦酒店有一个很大的优点，就是它交通方便，离地铁站和外滩都很近，而且对面就有一个滨港商业中心，所以就直接可以在这边吃中餐。至于为什么不是吃早餐而是吃中餐呢？那当然就是因为小林直接睡到了中午，所以直接过来吃中餐就很近啊。而且滨港商业中心才刚开业不久，所以里面又新又有设计感，可能也很少人知道吧，所以里面都没有什么人。不过滨港商业中心里面也确实不大，如果逛街的话应该很快就能逛完，所以如果大家刚好住在这附近的话可以来逛一下，但是不要特别来。中午呢就来吃山里云贵川 Bistro，我点了一个云南玫瑰花仙子、秘制狼牙土豆、云南薄荷炸粉肠，还有山里烤红薯。这个烤红薯就真的是地瓜上面加一层焗烤，再撒上几颗芝麻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而且起司给的蛮多的，我觉得还可以。然后这个云南玫瑰花仙子真的长得超漂亮的，吃起来很像果冻，有种端端的感觉。然后那个珍珠一咬下去，就会有一种碳酸饮料在嘴巴里爆开的感觉。这一桌总共是82块人民币，我个人觉得还蛮推荐的，因为以漂亮饭来说，它真的够漂亮，而且口味特别，每一道菜也蛮好吃的，价格也还算平价，所以真的值得推荐。吃完了漂亮饭之后，就直接搭地铁来到了徐家汇书院。不过不得不感叹上海地铁的强大，它真的每一个地铁口走出去就是景点，完全不用走在路面上晒太阳。徐家汇书院内部有14米的挑高空间，还有20米的海上书桌。从地下2层到地上3层的建筑物，共有800个阅览席位。真的是来了大陆之后才知道，图书馆原来可以盖得这么富丽堂皇，那么浮夸耶！然后从徐家汇书院的2楼往外一看，就可以看见徐家汇天主堂。徐家汇天主堂是一座典型的哥德式建筑，建于清朝光绪年间，也是中国第一座按西方建筑方式建造的天主教教堂。离开了徐家汇天主堂之后，就来到了下一站前滩太古里。前滩太古里首次透过双层开放空间概念，打造屋顶街区形态。
然后前面那座桥叫做月幕桥，连接了前滩太古里的南区还有北区。站在月幕桥上，可以看见超美的夕阳，还有现代化的建筑，真的是赏心悦目呢。而且整座桥都是曲线，看起来真的很有设计感。前滩太古里还建构了450米 Sky Loop 天空环线，串联屋顶绿化空间与商店。然后这边还有超级多的奢侈品牌店，每一间基本上都是2层楼以上，而且装饰超级特别，我连在欧洲都没有看过这种装饰耶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护爷的消费能力比较高，这边的精品店真的跟我在台湾看见的差很多耶。不过以小林目前的经济能力，应该进去会被赶出来吧，所以就只能在外面欣赏建筑外观还有美丽的夕阳。哇哦，前滩太古里也太漂亮了吧！不止外观漂亮，连内部装潢都这么科技，这么现代化耶！我个人真的很推荐这里，虽然它并不是上海的主要景点，可是前滩是上海新建中的世界级商务中心，所以来这里真的会有前所未有的震撼。离开了奢华的前滩太古里之后，就回到酒店旁边的滨港商业中心吃晚餐，然后意外发现这边的商店街超美的。晚上就来到了上海超有名的网红店3号仓库吃饭。我点了一份红酒鹅肝烤鸭，还有坚果蔬菜沙拉。然后只要在3号仓库点烤鸭，就会有专人在你面前切烤鸭给你看呢。哇哦，你看那个烤鸭脆皮，真的是又酥又脆耶。然后3号仓库的厨师还会点火，营造出那种烟雾的氛围感。不过真的没有想到，红酒鹅肝烤鸭竟然是哈密瓜片、鹅肝、烤鸭脆皮配上鱼子酱这种4层搭配组合。最后再配上这种上菜方式，真的是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啊！接下来的这道菜叫做招牌玻璃乳鸽。这道菜一出场就是冒着仙气的黑煤球造型，真的是让人意想不到。我觉得这根本已经不像一道菜了，完全就是艺术作品啊！下一道菜叫做茶香火焰乐牌。哇哦！火点燃魔法书的那一刹那，真的是有一种要走进魔法世界的感觉呢。我还点了一个荷香蒜蓉姜鳗鱼，鳗鱼吃起来蛮嫩的，不过这一道菜是做好才端过来，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下一道菜叫做冲浪鲍鱼泡饭，滚烫的石锅浇上金黄的汤汁，一瞬间香气四溢，真的很特别。甜点是果蔬庄园，就是把甜点做成萝卜的样子，然后放在巧克力的图里面。饮料是实验中的水果茶，它真的是拿化学器皿来装饮料诶。这一桌总共是716人民币，我个人觉得有一点贵，而且吃起来很一般。不过真的每一道菜都很用心，给你满满的仪式感，还有情绪价值，像是在看表演一样，所以还是很值得来。晚上入住古逸居酒店，一个晚上是1200台币。我觉得这间酒店还蛮舒适干净的，重点是它有迪士尼的班车接送服务，你就不用担心哇明天怎么去迪士尼，或者是打车会不会很贵这种问题。不过这一间酒店其实离上海野生动物园比较近一点，所以如果要去迪士尼的话，建议可以再选近一点的酒店。隔天一早就来到了此次旅程的重要景点迪士尼乐园，不过来的时候竟然发现是阴天。小林这次在 KKday 订票花了2237才进来的迪士尼乐园，没想到期盼已久的迪士尼乐园竟然是阴天，完全没有了童话世界的感觉。原本很失落，但是后来想想没有下雨应该已经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，所以就开心玩吧。开始玩之前，先吃一个菠萝面包，安慰一下自己受伤的心灵。然后因为迪士尼里面的餐真的都超级贵的，所以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带一些面包或是零食进去吃。
就来到了位于城堡内部的游乐设施漫游童话时光，里面主要是在讲白雪公主所发生的故事。接着呢，就来漫游一下童话时光。你到前面去吧，在前面。你烟雾里试试吧，看你能猜到吗？不要，这不有干冰吗？猪啊！过来，一个诱人的苹果。想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如何实现财富自由。有个善良的。虽然说漫游童话时光的场景还蛮还原的，可是我真的觉得里面比较适合12岁以下的小朋友。而且我真的第一次遇到游乐设施要自己走路，因为走路就很像在看展览，没有那种游乐的感觉。他用他的黑暗。漫游童话时光的出口是在城堡内部，所以如果你想要进来拍照的话，还是很推荐这个景点。然后从出口走出来，就可以看见迪士尼城堡的挑高吊灯，长得真的很梦幻。城堡的走廊还有很多迪士尼公主的壁画可以看。下一站就来到了精彩奇航。精彩奇航就是搭着船观看迪士尼的梦幻故事。精彩奇航每艘船可以搭30个人左右，等待时间大概是半小时。接着就搭船一起去看迪士尼的童话世界。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的问题，我真的觉得它的造型看起来颜色不是很鲜艳，所以就没有那种童话故事的感觉。下一站就来到了爱丽丝梦游仙境迷宫，然后来这边主要就是感受一下来自红皇后的压迫感，而且这是迪士尼里面难得不用排队的景点。下一站就来到了疯狂动物城。我觉得蛮牛局长的表情还有毛茸茸的皮肤真的做得超逼真的。然后尽量往里坐，搭建物品放在脚下，全体坐稳后拉下安全压杠，出发。是的，牛警长，我要出发喽！快点来冰川站，我们的尾巴都要冻掉。这个游乐设施非常的平坦，主要是在看动画片，没有那种云霄飞车的感觉，所以很适合小朋友来玩。疯狂动物城景区是在2023年才对外开放的，所以里面的场景很还原也很新。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动物方程式的朋友，就一定要来上海迪士尼。然后因为玩游乐设施太累太饿了，然后菠萝面包也吃完了，所以就只能在园区买一点东西吃。但是园区的物价真的是外面的好几倍，那一只鸡腿要85人民币，煎饺5个要35块人民币。补充完能量之后，就来到了下一站古迹探索营。这个游乐设施一走进去，就像闯进了神秘的冒险世界，有雨林、瀑布还有峭壁，然后你要想办法走独木桥或是绳索过去。我个人觉得蛮刺激蛮好玩的。挑战完古迹探索营就直接天黑了，所以就来到旁边的迪士尼小镇吃希望茶餐厅。我点了一个油鸡饭套餐，还有鲜榨果菊猪排饭，总共是126人民币。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吃。不过迪士尼小镇其实是在迪士尼园区的外面，就是你要先出迪士尼园区才可以来到迪士尼小镇，是比较麻烦没错。可是迪士尼小镇的物价真的比园区里面便宜很多，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来这里吃饭。而且迪士尼小镇还有泡泡玛特，听说里面会有迪士尼还有泡泡玛特的特别联名款。
而且泡泡玛特在大陆买一只会比台湾便宜30到50块台币，所以小林也跟风买了几只。逛完街之后，就再回到迪士尼园区里面看烟火咯。迪士尼的烟火秀大概是在晚上9点15开始，然后会放15分钟左右。接着呢，就播一段原声原影没有配音的烟火秀给大家看。不过因为小林刚刚太饿，所以没有提前过来找位置，就会像这样子拍起来没有很漂亮，而且有遮蔽物。所以如果是专门来看烟火秀的朋友，一定要提前来卡位。我觉得迪士尼的烟火秀放到15分钟其实蛮有诚意的，不过它跟我想的烟火真的不一样，因为我原本以为它会是像跨年那种密集的放烟火，没想到它会有15秒可能只放一次烟火，所以其实大部分比较像是灯光秀。看完烟火秀就已经9点半了，所以就再搭接驳车回古逸居酒店休息。隔天一早就来到了同样位于上海的朱家角古镇。朱家角古镇被列为上海4大历史文化名镇之一，而且朱家角最久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，真的是历史非常久远的地方。不过朱家角古镇的路真的比较小条，我有时候都觉得它的水路比陆路还大条欸。然后因为走一走看到驴肉火烧超特别的，所以就走进来吃一个。一个是10块人民币，里面肥瘦相间，超级好吃的。接着呢，就在临时起意到陆家嘴看东方明珠。这个位置是小红书推荐的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看夕阳超美的，而且人还比外滩少欸。接着呢，就去旁边的国境中心逛逛，等到天黑再出来看夜景。可是国境中心里面都是奢侈品，而且餐厅也有点贵，所以小林就不打算在这边吃饭了。终于等到天黑了，然后一走出国境中心就可以看见东方明珠。顺便告诉大家，国境中心上面有一个小花园，可以看见陆家嘴3件套。陆家嘴3件套就是指上海中心大厦、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还有经贸大厦。然后陆家嘴3件套又被称为打蛋器、开瓶器还有注射器3件套，我个人觉得还蛮像的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像不像？然后从国境中心的花园看出去，也可以看见东方明珠。重点是这个地方不用门票，所以如果看夜景的话，真的很推荐。晚上就来吃上海的连锁店苏小柳。我点了一笼清甜鲜虾马蹄小笼包，还有荠菜牧场鲜牛肉小笼包。我还点了一个年糕排骨、香酥烤子鱼、繁花4景点心饼、白切鸡，还有手工鲜肉水饺。这一桌总共是176人民币，我个人觉得吃起来还可以。吃完晚餐之后，就搭高铁回南京，结束这一次5天4夜的上海之旅。哦，这窗户没擦耶。直到灯光恢复正常，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 ，Honored guests，给大家看一下无美颜无滤镜的迪士尼。第一次看到中间洗手两边可以吹干的水龙头，
这集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集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